大家好，欢迎来到青丘档案馆，我是馆长小杜。孩子们期待的狂欢节万圣节就快到了，纪念死去亲友的亡灵节，为什么会成为孩子们狂欢的万圣节呢？为什么这个赶走邪灵和纪念亡者的古老节日，也是教会纪念圣徒和殉道者的日子？不给糖果就捣蛋，孩子们在这里扮演的又是谁？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万圣节，聊聊它的起源、传统，揭秘你不知道的那个神秘部分。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12月25号，但是节日呢是从前一个晚上24号就开始了。万圣节和圣诞节一样，也是从10月31日那一晚开始，所以 Halloween 以及 Hallow Eve， 再到如今人们所说的 Halloween， 指的都是万圣节的前夜。为什么教会会选在这一天作为圣徒日呢？因为新教徒们会在10月31号那天庆祝宗教改革日。大概在700多年前，也就是1517年的这一天，马丁路德贴出了划时代的95条论纲。我们说回孩子们还有所有的大孩子最爱的万圣节，它的起源又是什么呢？有一种说法呢，是现代万圣节的前夜，它源自萨温节的庆祝活动。在基督教诞生之前，欧洲的凯尔特人每年都要庆祝2个大型的火节，一个呢是5月1日前夜的武朔节，以及10月31日的萨温节。在农耕文化里，我们是有春夏秋冬的，我们靠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来区分。但是凯尔特人的火节和这些日子却没有关系，因为凯尔特人主要就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不是农业民族，所以他们的武朔节和萨温节其实标志着夏季和冬季的开始。因为在凯尔特人生活的地区里，在那里一年通常只有2个季节，那就是夏天和冬天，不像我们有1年4季的概念。而这个标志着冬季开始的萨温节，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万圣节的前身。还有那个武朔节呢，以后有机会也非常值得单独做一个视频来讲讲，因为德国的女巫之夜还有不少神奇的节日，都非常巧合地选在了4月30日这一天的晚上。欢迎点赞、订阅以及点亮小铃铛，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凯尔特人是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生活在西欧、中欧的部落民族，他们被称为欧洲人的3大代表民族之一。另外2个代表性的民族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了。关于这个民族比较多的说法是，当时凯尔特人主要生活在高卢地区、西班牙、不列颠与爱尔兰，但是现代的凯尔特和他的文化呢，就主要在苏格兰、英格兰、威尔士等地区了。凯尔特人的萨温节呢，是从每年10月31号的日落开始，持续到11月2号的日落。在北欧，它标志着从11月一直持续到5月，长达半年的漫长的冬季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收获季节的结束，做好过冬的各种储备了。那么萨温节对于凯尔特人的重要意义还有什么呢？因为这个古老的萨温节其实代表着我们人类对死亡和黑暗的敬畏。有什么东西可以对抗黑暗和死亡呢？那就是火。所以在萨温节期间，人们也习惯在山头点燃神圣的篝火，这也是为什么萨温节也被称为火节。我们都知道太阳是万物的生命和营养之源，但是在凯尔特的世界里，太阳不是永远都悬在空中，它会在夜晚降临时消亡，并在第2天重生。特别是在北欧国家，甚至有极昼极夜的地区，太阳1年中每年出现的时间变化很大。在冬季，白昼非常短，太阳几乎就消失掉了，这对古人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在古人看来，火是太阳的象征，通过各种与火有关的仪式，人们希望能够白天一直延续下去。除了火焰呢，所有圆圆的东西，包括车轮和圆盘，也用来象征太阳。所以我们可以在中欧、西欧以及东方亚洲国家的墓葬里发现这样的陪葬品。据说这些东西的作用是为了能够让亡者的灵魂能够被照亮通往冥界的道路。萨温节它字面的意思是夏天的结束，因为它不仅标志着北天漫长冬天的开始，它也是凯尔特新年的开始的标志。就像宝宝从母亲的子宫中诞生一样，
大自然也被看作是从黑暗的地底下萌发而出。所以根据凯尔特人的信仰，新年是从黑暗的冬天中诞生的。在此期间，人们会将牛从周边的牧场赶到室内，所有的家畜和人类一起在屋檐下度过漫长的冬天。凯尔特人相信，随着冬天的来临，太阳的消失，逝者们可怜的灵魂会在乡间游荡，因为寒冷而瑟瑟发抖。因此，亡灵们会在夜晚拜访活人的家庭，寻求庇护。为了寻求庇护和保护，亡灵有可能会进入人们的家中。因此，战战兢兢的人们为了防止鬼魂在他们的家中捣乱，他们就会在客厅中留下食物，也不会熄灭炉火。但是对于人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采取各种手段，将这些鬼魂拒之门外，或者索性把他们吓跑。又因为这一天，现实生活和超自然世界的屏障会被打开，或者变得非常薄弱。为了不被那一天到处游荡的邪恶的鬼魂、妖怪、生灵或者仙子们认出被诱拐，人们会佩戴各种面具。他们用这些面具或者各种装扮来欺骗邪恶的鬼魂，包括用炭把上的灰把脸抹黑，或者是把衣服前后或里外反穿，或者将挖空的萝卜头插在点燃的蜡烛上，放在窗台上，据说也可以将这些鬼魂吓跑。我想南瓜灯的来历也许也是这样子吧。这个夜晚它既不属于现实世界，也不属于超自然世界，所以在漫长黑暗的冬天降临之前，这是一个人们和鬼魂可以互相玩闹和恶作剧的夜晚。所以万圣节前身的萨温节不仅是凯尔特人的新年，也是他们纪念亡者的日子，也是可以狂欢的夜晚。在山顶升起篝火，也是北欧国家在万圣节前夜的一个古老的庆祝仪式，也是他们的特殊标志之一。在英格兰，点燃篝火的传统被改到了11月5号，以纪念阴谋家盖伊·福克斯被捕。在盖伊·福克斯之夜，人们仍然可以观察到古代萨温节的一些传统。而在北欧，大家仍然普遍相信，这些在晚上听到身后不断传来接近的脚步声，我们是一定不能回头看的，因为这有可能是鬼魂的脚步。如果你不幸看到鬼魂，那么也不久之后会变成他们的一员。萨温节的很多特点呢，有点像中国的新年。中国人也会在农历30日这一天晚上，也就是中国传统新年的前一晚，点燃鞭炮和点燃篝火，来吓走一种叫年兽的怪物。一家人团结一致度过的这个夜晚，中国人叫做过年。也有传说这个怪兽叫夕，除掉它，来年才能太平，所以新年的前一晚也叫除夕。那些离开家乡工作、学习和住在外地的人们，都会在春节前赶回到父母的家中，不仅要在一起过新年，还会一起拜神祭祖。中国的新年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而万圣节或者凯尔特人的火节却是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天。不过中国人有专门针对亡灵的节日，还有2个哦，一个是清明节，一个是中元节。区别就在于清明节是生者到亡者的坟前扫墓，而中元节呢是在每年的农历7月中旬，也差不多在公元历法的8月或9月。这个中元节传说会鬼门大开，百鬼夜行，也是逝去的亡灵们回家探亲的日子。佛教呢称之为盂兰盆节，而普通老百姓呢称为7月半。中元节是道家的说法。那万圣节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呢？基督教在欧洲创立之前，其实每年10月31日晚上到11月2日举办萨温节的庆祝活动了。教会呢也是花了很多年的努力，想让大家不过这样的节日。但是在1517年之前，所有对抗异教节日的政策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教会就在这一天想到了用同化的办法，那么就不如把这个萨温节进行基督教化，重新命名为万圣节，把前夜呢定在10月31日，而万圣节呢定在11月1日，万灵节就定在12月2日。只不过现在大家都是一起过的。即便如此，这些同化的政策也没有办法去抹掉萨温节流传下来那些鬼怪的因素。比如万圣节典型的标志就是那些怪诞的鬼怪、仙女和魔鬼的面具、挖空的南瓜
还有骑扫把的巫婆的造型。这些在往年都是人们吓走邪灵和恶魔形象的办法，但是大家现在在化妆舞会或者万圣节的游行活动中，却常常也用到这样的造型。甚至不给糖果就捣蛋的说法，也可以追溯到人们用食物作为赶走邪灵的报酬。而可爱的孩子们在这里扮演的也是以前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鬼怪。为什么这个起源欧洲的节日美国人也在过呢？因为19世纪许多欧洲人移民美国，把不同文化的节日和传统融汇在了一起，自然也把万圣节带去了美国。但是呢，美国人在过的万圣节有一部分其实是墨西哥的亡灵节。非常凑巧的是呢，墨西哥的亡灵节它也在10月31日的晚上到11月2号的晚上这3天。由于美国有大批拉美裔的人口，所以这个节日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都非常流行。在美国，万圣节也成了一种家庭活动，戴面具和化妆的习惯也得到了保留。此外呢，人们也会戴上各种有趣的塑料帽子，大人们会参加假面舞会或者化妆舞会，家人们会在一起享受美食和聚会，孩子们高喊着不给糖果就捣蛋，挨家挨户的讨要糖果、饼干、苹果和其他的小玩意儿。如果没有交出吃的零食或者礼物，房主们可能会遭到恶作剧的惩罚。不仅是墨西哥有亡灵节，在信仰天主教的南美洲和中美洲，纪念亡者的节日也被称为亡灵节。这一庆祝活动同样持续整整3天。在今天，万圣节的前夜也被称为魔鬼之夜或地狱之夜，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成了恶作剧之夜，这是一个捉弄别人的好机会。还因为过去大多数与这一天有关的信仰已经被人遗忘了，所以万圣节的前夜到现在也被笼在商业化的氛围里面。不过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墨西哥人一样热爱亡者的节日。我们来说一个根据墨西哥亡灵节为灵感而制作的一部温暖又美好的电影故事。2017年，美国的皮克斯动画制作了一部花了9位数预算的非常经典的动画片，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和金球奖的最佳动画片。这部片子在台湾呢被翻译成可可夜总会，在香港呢被叫做玩转极乐园，在大陆被翻译成寻梦环游记。也有人把这部动画片称为墨西哥亡灵节，不过它的英文名就叫 Coco， 它还有西班牙语的版本哦。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12岁的男孩米格，他的曾曾祖父为了实现音乐梦想抛妻弃女，所以这个家族从那以后就禁止所有的后代接触音乐。但是米格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音乐家，并且梦想自己能够成为他的偶像，也就是歌手和电影明星德拉库斯。德拉库斯的成名曲呢叫请记住我，但是他很多年前就因为意外死了。整个家族只有米格的曾奶奶可可不反对音乐，所以米格很喜欢他呀。米格发现亡灵节供桌上的照片，他的那位曾曾祖父的脸被撕掉了，他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过他意外发现祖父的吉他好像是他的偶像德拉库斯的，所以他的内心就觉得歌神德拉库斯可能就是他的曾曾祖父。那米格就告诉家人他的梦想要去参加选秀比赛，然后成为歌星啊。然后奶奶得知后非常的生气，把他的吉他摔烂了。米格非常难过，但是他不想放弃，于是他就在离家出走以后呢，去了歌神德拉库斯的坟墓，那里供奉着他生前用过的吉他。米格好羡慕那把吉他，他只是轻轻地弹了一下，突然他就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亡者的世界。他进到了墓地的墓群里面，却看到了很多死去的亲人，只不过那些亲人们都不再是生前的样子，又变成了骷髅头。后来亲人们把米格带到了亡灵之地，这是一个死去的人们生活的地方。米格在亡灵之地遇到了埃克托，他是一个一心一意想回到现实生活中去看望家人的人，因为他担心家人忘了自己。当年他死去的时候似乎和家人有误解，所以这么多年的亡灵节，因为没有人纪念他，他感觉自己要在亡灵之地真正的死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墨西哥的传统信仰里，如果一个人生前的照片没有在亡灵节被供奉，那么他的灵魂就会在亡灵的世界里真正的死去。所以被遗忘是墨西哥人认为真正死亡的开始。而且在墨西哥的传统里，大家都认为只有亡灵节的时候，已故的亲人才能去现实世界和生者团聚。
但是后来兜兜转转呢，喜爱音乐的米格终于找到他的曾曾祖父，想得到歌神的鼓励和指导，却意外地发现，一直陪伴着他的艾克托才是他真正的曾曾祖父。艾克托也是在帮助米格找歌神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死去的真相。当年他并没有抛弃家人，而是要准备回家的过程中被杀死，再也回不去。但是家人们一直误会他到现在。后来米格想尽办法回到了现实世界后呢，他还是不小心丢掉了艾克托的照片，他非常苦恼。他试着用自己曾曾祖父的吉他弹起了艾克托多年前送给女儿的歌曲《请记住我》，这也是假歌神当年偷走后成名的那首歌。听到这个曲子，记忆几乎要完全丧失的曾奶奶 Coco 想起了亲爱的爸爸，而且 Coco 还想起来他的抽屉里有一个他藏起来的信封袋，袋子里就有艾克托缺掉的脸的那个一角。终于家人们都可以从艾克托的照片里想起了他们的祖先。奶奶和米格分享着他小时候爸爸的一些回忆，让一家人也得到了大团圆。家族们都知道了 Coco 爸爸没有回家的真相，家人之间也获得了谅解。米格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可以继续去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艾克多也有了重新回到人间的机会。艾克多不仅回到家中可以在亡灵节和家人团聚，而且他还因为自己的歌曲成为真正的歌神。他不断地被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怀念，那他就再也不会真正的死去了。这部电影的概念呢，就来自于墨西哥的亡灵节。因为墨西哥人的亡灵节刚刚也说过，同样开始于10月31号的晚上，持续到11月2号的晚上。这几天是墨西哥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为了纪念祖先和逝去的亲人，人们会点上蜡烛，家中的祭坛呢也会被装饰上水果、面包、糖果和鲜花，会摆上去世家人的照片或者名字。人们同样也会穿着华丽的套装和戏服，跟随游行的队伍在各条街道中穿梭狂欢。墨西哥人有一种纪念亡灵节非常重要的美食，叫亡灵面包。面包上的长条状呢，代表着骨骼；顶部中心的小圆球呢，代表着头颅。骷髅和骨头是亡灵节的重要标志。在墨西哥人的眼里，骷髅是生命的起源，缔造新的生命。今天墨西哥的亡灵节不仅保留了古代民族面对死亡要乐观的信念，同样还结合了西班牙殖民前的宗教仪式和天主教的万圣节仪式。所以在每年的11月2号和1号这2天，墨西哥的亡灵节活动仪式都会非常的盛大，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去墨西哥体验和游玩。墨西哥有一个叫米斯基的小镇，在1403年的时候就是当地印第安人的祭祀中心。米斯基小镇呢，就位于首都墨西哥城的东南方向，它有着鬼村的外号。不过这里并不闹鬼，而是因为每年的亡灵节而出名。米斯基的亡灵节的祭祀活动在10月31号中午12点就开始了，而这一天米斯基人管它叫幽灵节，幽灵就是死去的孩子们。当小镇大堂的大钟敲响12下，就是在通知大家死去孩子们的亡灵到了。当死去孩子们的亡灵到了以后呢，人们会事先准备一个小祭坛，用黑色和橙色的皱纹纸装饰一新，旁边还会贴着骷髅图案的剪纸，再摆上水、盐、玉米糊和玩具，还会点亮熏香和小蜡烛，准备迎接亡灵。到了11月1号中午的12点，教堂又会响起12声钟声，表示幽灵们已经离开。随后又会响起12声钟声来表示成灵来了。这一天就变成了成灵节。成灵就是死去的成年人们。人们会在这一天把原先家中从门口到祭坛处撒下的白色花瓣换成黄色的万寿菊花瓣。祈祷以后呢，人们就会在祭坛上摆放时令水果、玉米粽子，还会用龙舌兰酒浸过的面包，死者生前爱吃的东西。如果祭坛桌已经堆满了，余下的祭品就会摆到席子上，包括死者生前穿过的衣服、使用过的花毯、镰刀、锄头等。到了晚上7点，教堂响起了提醒孩子们要去亡灵节要糖果的钟声。一群化妆成恶魔、巫婆、小南瓜的孩子们就会手提大口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索要糖果。亡灵节的糖果往往和往常不同，游客们可以在糖果铺、面包坊的橱窗里看到
这些糖果都是各式各样的骷髅糖、巧克力棺材等精美的甜品，其中一款秘制小南瓜是每年最受欢迎的。小镇的亡灵节活动的高潮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也是小镇最与众不同的地方。米斯基镇的大人们会在半夜12点以后装扮成亡灵，打着灯笼，划着小船，然后在船上载着空空的棺材在湖里游荡，然后人们会把棺材抬上岸，走到墓地里。因为印第安人信奉水神，从湖里抬着棺材上岸，就意味着从水里带来了新的生命。到今天为止，小镇周边的很多农村也依然保持着为死者洗澡的风俗。人们把死人的尸骨从坟墓里挖出来，擦洗干净以后呢，再重新入殓装进棺木。这时人们会来到墓地，点燃蜡烛，守在去世亲人的墓前，向亡灵告别。所以米斯基小镇从11月1号的晚上，所有的墓地都会闪烁着闪闪的烛光，墓碑也会被鲜花打扮得五彩斑斓。而西班牙人呢，在万圣节这一天的活动和传统的墨西哥人也非常相像，因为现代西班牙人已经把祝圣节、万圣节和万灵节放在一起过了。这一天，墓地也会和墨西哥人一样被鲜花点缀的五颜六色，传统的圣人骨和甜甜圈会和糖果、南瓜以及死亡面包还有糖骷髅一起都在这一天出现在墓地里。同样，西班牙人把对亲人的追忆放在了与僵尸、各种规模的亡灵以及化妆精致的卡特里娜骷髅头交汇在一起玩耍。各种游乐场、餐厅、文化中心，所有的一切都会参与到这个西班牙和墨西哥文化融合的节日中来，把死亡的话题和对逝者的纪念演化成一场全民狂欢的节日。这是亡灵节特别有意思又让人触动和感动的地方。这就是人类智慧的共性吧，因为如何看待死，就是我们如何看待生。生和死的距离有时候很远，有时候又很近。孩子们在这个节日里不仅狂欢，也学习着面对死亡的态度。每个成年人也在这个节日里学会从容和乐观地看待死亡。其实从古到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亡灵节都颇为类似，都是在这一天，逝者们回到生者的世界，现实的人们不仅有所畏惧，同样也会有所缅怀，甚至会乐观地期待。大概是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通过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方式和社会形态本身的思考去过亡灵节这种节日。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当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夹杂着巫术或者传统的信念，形成各具特色又颇具相似的亡灵节的习俗。而这些相似，不知道是古代全球化的产物呢，还是今天人类的共性。今年的万圣节，你会带着孩子一起过吗？会不会在这个狂欢的节日里和孩子们讲起家族遥远的故事？孩子们是否知道自己的曾祖父或者曾曾祖父、曾曾祖母都是谁呢？他们能不能知道更遥远的先人的故事？你会不会和孩子聊起几百年前、上千年前的人们又是如何度过这个疯狂又热闹的万圣节？欢迎点赞、订阅以及点亮小铃铛，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这里是青丘档案馆，我是馆长小杜。